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阅一本，我是凯罗。今天要跟你分享一本超有趣又开眼界的书，你不可不知的日本饮食史。你可能熟悉寿喜烧、天妇罗、味噌汤、羊羹、可尔必斯，但你知道这些看似日式的料理，其实有很多都来自外国吗？而且它们背后还藏着各种历史故事、文化交流，甚至跟佛教、战争、身体、体质、演化都有关系哦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美食当导览，探索一段段超有趣的日本饮食史吧。你有听过醍醐味这个词吗？现代我们会用它来形容一件事物的精华，是最上乘的精华。但你知道它其实是来自乳制品吗？在古代中国佛教的经典《盘涅经》中记载，从牛出乳，从乳生酥，从酥出熟酥，从熟酥出醍醐。醍醐是五味之中最上乘的美味，福之并除。这段话中讲的醍醐是一种层层提炼后得来的乳制品，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古代的浓缩奶油精华，在当时是一种既滋补又昂贵的珍品哦。而醍醐味这个概念是从唐朝经由佛教文化传入日本的。当时因为佛教的影响，日本朝廷开始禁止吃肉，因此乳制品成了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。来自游牧民族的酥酪也叫乐、醍醐等乳制品，一时之间在贵族之间大受欢迎，甚至被当成是能治病的神奇圣品。但后来日本人逐渐不再热衷模仿唐朝，加上乳制品在当时并不普及，日本人的体质也普遍不耐乳糖，很多人喝牛奶就会拉肚子。所以乳制品渐渐地淡出日常的生活，也让醍醐味成为语言中仅存的文化痕迹。相信大家都有喝过味噌汤吧？那你知道味噌汤其实是来自朝鲜半岛吗？你可能会以为味噌是最道地的日式调味品，但它的历史其实有浓厚的朝鲜背景。最早的味噌被称为末酱，意思是尚未发酵完成的酱。后来在字形上经过转变，末加上口字旁就变成了味，酱则演变成了噌。而 miso 这个发音有一说是来自朝鲜语的音译。公元666年，新罗与唐联手攻打百济，许多百济的难民逃亡至日本。据推测这些移民中包含许多擅长酿酱技术的职人，他们的技术传入日本，让味噌逐渐在日本各地发展开来，特别是在寒冷的东北与内陆地区，味噌因其保存性与高盐分，成为当地重要的营养来源。到了镰仓时代，武士阶级兴起，他们将味噌制作标准化，当作军粮。再到了室町时代，人们开始用味噌来熬煮食材，成为味噌汤的雏形。这样看起来，味噌不只是一种调味料哦，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产物。说到羊羹，你一定会想到甜甜的红豆冻，对吧？但你知道吗？羊羹最早竟然是一道荤食。羊羹其实是从肉羹变来的哦。在室町时代，随着长中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，许多精致点心也一同被带入。《音讯往来》这本记载当时社交礼仪的书中就列出了30种点心，包括了羊羹、猪羹、驴肠羹、骆驼蹄羹等等。这些名字背后其实指的是使用动物肉熬煮的羹汤。随着佛教在日本扎根，素食文化的兴起，为了避免违反戒律，人们开始使用植物性的原料模仿这些点心，才有了红豆寒天做成甜点版的羊羹。原来这个代表性的和果子其实是从禅宗与肉羹文化演化而来的哦。那你有听过德川家康是死于天妇罗吗？其实这种说法你可能有听过，但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？
当时的葡萄牙人来到日本，因为不易取得肉类，就用鱼代替，发展出油炸鱼的料理，也就是最早的天妇罗。而天妇罗这个词，据说来自葡萄牙语 tempero， 意思是调味、烹调。在日本古代，油炸是相对奢侈的烹饪方式，常用芝麻油、大蒜、韭菜、葱等辛香料，称为五辛，被视为荤食，禁止使用。但葡萄牙人不受这些禁忌的影响，于是有了加入葱的南蛮料理，像是南蛮荞麦面等等。据说德川家康在听到天妇罗的风潮后，也自己用芝麻油炸真鲷加韭菜来吃，吃完不久他的肠胃就出了问题，3个月后病逝。虽然后人戏称他是被天妇罗害死的男人，但医学角度来看，他早就有胃癌，天妇罗只是加剧了病情罢了。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文化，开始提倡吃肉，牛肉呢就被视为文明开化的象征。但日本人可不是一开始就吃牛排的哦，他们先是将牛肉与传统火锅烤肉的方式结合，诞生了牛锅与寿喜烧这2种形式。1868年，东京知地区开了一家名为中川的牛肉锅店，大受欢迎。这种牛锅在平底锅中加入葱、豆腐、蒟蒻丝与牛肉，搭配酱油、砂糖调味，熬煮成浓厚甘甜的味道，深受大众喜爱。而关西地区农家甚至用淘汰不用的梨来当铁板烤牛肉，这种方式也被称为寿喜。寿喜烧结合了南蛮料理的葱与日式火锅的形式，成为一种介于火锅与铁板烧之间的全新料理。最后，牛锅与寿喜烧两者的名称与风格逐渐统一，也就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寿喜烧咯。那你知道初恋的滋味可尔必斯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可尔必斯那种酸酸甜甜带着乳香的味道被称为初恋的滋味，但你知道它的源头是来自蒙古吗？蒙古草原地区自古就有饮用乳酸发酵饮品的习惯，类似的饮料从蒙古一路传到土耳其，成为游牧民族的重要营养来源。19世纪中叶，荷兰人开始在日本贩售牛奶，日本也开始学习酪农技术，尤其是在横滨与北海道一带快速的发展。但那时的牛奶不好保存，味道也不被大众接受，于是有企业开始尝试利用脱脂奶粉加入乳酸菌与糖制成新饮品，这就成为了可尔必斯的原型。这不仅是饮食创新，也是资源利用的转机。原本难喝又没人要的脱脂奶粉，摇身一变成为每个孩子记忆中的甜蜜滋味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过日本饮食的演变历程，从醍醐味、味噌、羊羹到天妇罗、寿喜烧与可尔必斯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原来这些日本经典的美食，其实很多都是从外来文化变身而来的呢？这些食物不只是味道的享受，也是一段段文化、历史与时代的缩影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订阅阅一本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次更多精彩的书籍与知识分享啦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